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鱼弟，韩国鱼的鱼，兄弟姐妹的弟，很高兴你能来看我们的视频。这两天，中国大陆的一位疫苗专家陶丽娜之前在微博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国药的灭活疫苗恐成为全球最不安全的疫苗”。这篇文章发表了以后，准确的说，应该是这个标题发表了以后，就成为了反中媒体的一个大素材，进行了大肆的一个报道。但是在报道中呢，没有太多对于陶丽娜文章内容的表述和微博的一个截图。至今我们也找不到一张完整的被删除的微博的截图。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陶丽娜又发表了一篇澄清的微博，对之前文章做了一个解释，也就是他这么一个耸人的标题，只是希望引起疫苗的生产方，也就是国药集团的注意而已。就是说，疫苗说明书上列举的73种不适应症是非常不专业的，这些症状不应该是疫苗施打后所反映出来的不适应症，或者说它是不可能会发生在疫苗注射后的。用这个标题只是希望引起国药集团的注意，但是呢，现在这个标题呢已经被外媒大肆报道了，特别是台湾的很多媒体，不管是蓝绿的，都在报道这个事情。特别是陶丽娜第二篇微博还说自己已经注射了国药的疫苗。在这些外媒没有仔细看内文或者刻意不去表述内文的情况下面，陶丽娜自己注射这个疫苗被理解成了是被中共政府逼着去注射这个疫苗，从而来证明这个疫苗的安全性，从而也就是打着脸自己之前的文章，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威权的政府逼着这些专家去打这个有毒的疫苗，是产生这么一种印象。但是仔细去看看陶丽娜写的第二篇微博的内文啊，就很清楚。他第一篇微博发表是在1月4号，但是呢，他第一次注射疫苗是在12月26日。如果陶丽娜真的认为这个疫苗是不安全的，或者是怎么有害的话，他就不会去打这个疫苗嘛。毕竟在现在的中国大陆，也就是陶丽娜没有发表第一篇文章之前，注射疫苗是完全自主自由的，并没有被逼这么一说，或者说谁必须要施打，没这么个概念。我们今天想聊的并不是这个疫苗到底是有效还是有害，我们今天想说的是，这个陶丽娜的事情出来，让余弟我就想起了李文亮。大家还记得李文亮是怎么火起来的吗？或者说他在网络上他的声量是怎么高起来的吗？在他作为吹哨者发出那个微信的时候，李文亮这3个字在互联网上根本没有人去关注。到1月3号，李文亮被公安训诫了以后，李文亮这个3个字在网络上照样还是没有人关注。直到李文亮被确诊新冠病毒了，然后迅速的到2月7号他死了，然后李文亮他的声量就爆发了。之前的好像他吹哨也好，或者被公安训诫也好，其实并没有什么人关心，关键是在于李文亮死了。即使李文亮的死因和被公安训诫不存在任何的半毛钱的关系，但是媒体就是可以刻意的把这2件事情做关联，然后去把这个事件炒作到最高点。所以现在的媒体对于陶丽娜
并不是真正的在乎中国的疫苗是否真的有效或者有害，他们的重点是在期待陶丽娜会不会因为注射疫苗后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当然，这些媒体最希望发生的事情是陶丽娜死了。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些反中媒体会怎么去做呢？不用问，绝对比李文亮当初的报道幅度还要大，甚至都会超过美国国会暴乱的报道力度。所以在此，余弟我真心的建议中国政府，还有陶丽娜的所在的单位，还有他家里周边的居委会，他跟他相关的所有的人，代表政府的人，真的要对陶丽娜同志做好万般的呵护，是呵护哦，不是保护。陶丽娜绝对不能因为施打疫苗后出现任何不适应症状，更不要说死亡。当然啦，这个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是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对他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各种可能发生意外的情况，都要100%的防止。像各种感冒、牙疼之类的小病，必须杜绝。还有，比如说他开车绝对不能出车祸，否则会被人写成有人故意制造车祸。还比如他吃饭绝对不能噎死，否则会被媒体写成某人下毒致死。还有比如说他经过的地方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高空坠物，否则就会被媒体下标题叫制造意外现场。总之，对陶丽娜同志绝对要像中央首长那样给予的1级保护才可以，否则绝对是李文亮的升级版。这不仅仅是对国药疫苗的一个形象的问题，这杀伤力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形象来说，也绝对是毁灭级的。所以我再次呼吁，麻烦政府务必要保护好陶丽娜同志。好，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如果你觉得余弟我的呼吁在理的话，就给我们点个赞。如果你想让更多人知道，就把它分享出去啊。好，再见。